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送大礼包，第一次干主演播放破4亿，小狗大黄是真明星。导演一声令下，一位女明星迅速起身，投入戏中。虽是配角，但全程一丝不苟，按要求完成每个动作。收工了，姑娘一刻都等不了。以风一般的速度消失在片场，将打工人下班一身轻松演绎到淋漓尽致，令人哭笑不得。他就是狐狸精热播剧《莲花楼》里的角色，本名大黄。一只中华田园犬和程毅饰演的李莲花组成特殊 CP， 闯荡江湖的故事俘获了一众粉丝。过去几年，大黄的身份从道具升至演员，身价突破5位数，参演过《诛仙田耕记》等多部热播剧。最近，大黄和程毅再度合作的新剧《长安24季》预计将于3月杀青。几天前，大黄刚完成自己所有戏份，紧接着他就从象山赶往了横店，参与新剧拍摄。没有名犬光环的大黄却片约不断，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顶流汪星人的？聪明可爱，又有演技，一进组就是团宠。2月27日，拍戏间隙，主人尤国平带着大黄从横店影视城赶来，和记者约在杭州一家咖啡馆。大黄没有吵闹或四处乱逛，而是很有礼貌地坐下来，摇着尾巴，咧嘴笑了。他7岁了，从犬类的寿命来看，已逐渐步入老年期。但是，就和2023年夏天初见一样，大黄变化不大，甚至皮毛光泽比以往更好，脸蛋圆润了一圈，都是剧组的人宠的，天天好吃好喝投喂。尤国平不禁吐槽，大黄现在都学会耍大牌了，完成一个动作就眼巴巴讨要美食奖励。作为团宠，大黄每次进组都能住独立房间，而且他是全组唯一一个能够自由出入演员房车的存在。大家时不时就会给他带来各种玩具、零食，大黄也不客气，乐呵呵照单全收。这是一位老演员了，戏龄5年。大黄的演艺之路始于2019年电影版《诛仙选角》，以往影视作品中，德牧、麻犬等动物演员较常见。当时导演认为，古装剧需要搭接地气的中华田园犬。彼时，身为宠物经纪人的尤国平动用了10几个人，耗费数月，最终在广西农村寻到这位种子选手。长着中华田园犬的标志脸，眼睛很亮，耳朵圆嘟嘟，性格温柔，喜欢与人互动。他的智商也很高，很多动作尤国平教了2、3遍就学会了，来回奔跑、叫唤、蹭人都不在话下。短短数月，还掌握了碰瓷、跳障碍物、装死等花活。大黄出圈是因为《莲花楼》这部剧，他饰演的狐狸精是整部剧必不可少的存在。主人遇到危险时搬来救兵，协助主人查案查找线索。角色李莲花与狐狸精的亲密情感和有趣瞬间，总会让观众动容。长安24季已经是程毅和大黄的3度合作了。继莲花楼之后，他们还一起拍摄过《赴山海》。去年7月就因程毅《赴山海》和狐狸精二搭的词条上过热搜，观众十分看好这对搭档。老朋友再见，程毅十分关心大黄，在片场休息时候，经常喊大黄来玩。程毅很和善，大黄就喜欢跟着他。尤国平回忆，上次莲花楼杀青，程毅曾托人给大黄带了份超大量的零食礼包，这次也准备了不少零食。都这么宠了，女明星还怎么进行身材管理？尤国平笑着打趣。大黄火了之后，这1年多来，已举办了几场粉丝见面会，有时走在路上都会被认出来。狐狸精，懒洋洋卧着的大黄，一听到这个熟悉的称呼，
立刻抬起脑袋看人，从道具变成老师。宠物演员越来越受重视，动物演员不会读剧本，拍戏通常是一令一动。尤国平在镜头背后发号指令，大黄就会跟着做相应的动作。大黄摇头，尤国平的手指晃动2下。大黄乖巧坐在原地看着主人，脑袋左右摇摆几下。不过，它也有露怯的时候。尤国平透露，大黄一到菜市场或者看到砍杀的画面，会不停呜咽，身体抖动。前2天拍微短剧时，有一幕是在菜场售卖羊肉汤的小摊前，摊位附近弥漫着肉味。虽然大黄不像之前那么恐惧，但它会突然斜着走，尾巴垂下来，紧紧贴在尤国平腿边。它应该是曾经看到或者经历过，心里害怕。尤国平在想，如果没做演员，大黄又会是怎样？拍戏中，大黄还十分害怕被殴打、点火等紧张的场景。参与《小狗来福》这部微短剧的拍摄时，剧情一开始是人贩子拐走小女孩，大黄一路狂奔追着对方的摩托车，为了挡住他，对方需要点燃路中间的一把树枝。看到突然升起的火焰，大黄立刻停下来，怎么都不愿过去。于是尤国平来到大黄面前，挡住火堆，拍拍腿，示意跳过去。大黄腾空跃起后，他迅速撤到一旁。后来大黄又大着胆子跳了几次，都顺利完成，让他知道不会造成伤害，克服恐惧，就不再害怕了。小狗来福是大黄参与的第一部微短剧，也是他第一次担任主演，成绩不错，全网播放量破4亿。一年中有1/3时间，尤国平都要带着大黄在横店影视城和象山影视城之间来回奔波。大黄老师来啦，黄姐。渐渐的，大家对他的称呼变了。以前宠物参与拍摄都算在美术道具组，但现在对宠物演员这一身份的认同越来越强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结束采访后，尤国平就要带着大黄返回嘉兴家中。次日，他们将参与四锦这部剧的线上宣传活动。大黄现在还会教育孩子。尤国平又带回来一只2个多月大的中华田园犬，起名小黄，在长安24季中将出演小时候的大黄。小黄因为年龄小，活泼好动，免不了拆家破坏。每当这时候，妈妈就会出现，严厉出声制止。小黄立刻夹紧尾巴，老实了。